今天我抢先来体验一下还没上市的全新福特蒙迪欧，这辆试驾车是 STI 的顶配版本的蒙迪欧，现在的颜色还是红色的，然后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这样子。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 C 柱是有点溜背的设计，双拼色的车身嘛，这个是，然后轮胎是韩泰的，这个车尾的尾灯据说是跟野马麻黑同款，这尾部我其实是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大家觉得呢？再看一圈外观。侧面还是有点溜背的感觉，还是蛮流畅的，蛮低压的这个车身，是刚刚12年或13年就上一代全新蒙迪欧出来的时候，那个马丁脸真的是蛮惊艳的，轮胎是规格多少？2354519寸的规格，韩泰的轮胎行程是大概3-4指这样子。看一下尾箱吧，尾箱，这摄像头在这里。尾箱是哪里开的？好像没个按钮吧，好像也是，按钮也没有。尾箱其实纵深算蛮浅的，真的蛮浅的。这个同级别来看，能16放倒。然后的话，开口倒是很宽，是吧？但这里纵深真的很浅，两边也就是轮毂也侵占了一定空间哦。配置的话有2个绑手这样子，一个小尺寸的备胎这样子，也没有做一些指针的一些处理哦，还是蛮裸露的这样子。成本啊，兄弟们，成本考虑啊。去坐一下后排。应该加92就行吧？对，92这个比较好，加92就行。后排空间，这福特的车型确实做的都蛮不错的，大家看到可以稍微翘个2郎腿了，很夸张这个空间头部呢，我穿鞋1.75米，大概还有1-2指绝对空间是蛮可以的然后。整体感觉也蛮宽的，其实宽度蛮够的。左前扶手这里有2个杯架，一个手机槽这样子然后这个座椅呢，靠背稍微是有点直而且这个整体座椅也是有点偏硬的感觉然后坐垫长度也稍微欠缺一点吧，就整体坐上去的舒适性呢还行，一般般。空间倒蛮大的，对吧？材质也是表现常数跟前面是一样的扶手些包皮这样子没有植绒这里 BO 的音响前排座椅感觉这样看起来感觉蛮薄的，可以有没有？好薄啊，这个座椅有3个网兜分得蛮细的。中间我坐一下合不合适？中间我已经顶头了这样子头部已经顶了，然后呢这个凸起大概也不高，就4-5厘米这样子还行吧，能应付一下。然后有一个 USB 一个 Type C， 我刚才说过了，基本上跟林肯这是基本上是没区别的，当然材质方面是有点差异的，这个包括配色也是这个显得就更加素一点了。当然也有那个白色的内饰，我记得看到其他颜色内饰也可以选，这个就是整体一个纯黑的内饰的。且缝线真缝线呢，但其实做工其实一般般，有点不是很齐的感觉上面这些类似一些塑料的一些拉丝纹理这样子方向盘跟 Evo 4上是一样的盘件有点偏细，但蛮软的，打孔的这样子。盘幅有点偏大，盘件有点偏细有换挡拨片的看到，塑料的换挡拨片这样子
是顶配是没有 HUD 哦，配了个 BO 音响。然后前门材质是跟我们后面一样的哦，搪塑啊，一些类似仿像碳纤维的塑料饰板，然后这些也是针缝线的包皮这样子啊，可以。整体内饰材质用的还是可以的，福特其实内饰的材质用的一直还是可以的，特别是这些软性材质的应用啊，不管是福睿斯啊还是福克斯上面，都是同级别来说，这个软性的皮质用的还是蛮多的。整体内饰一个2段式的全景天窗啊，不是全景的这样子，一个眼镜盒这样子啊。这个大屏我觉得最适合看地图是吧？当然是横向的地图信息。其实作为这个大屏来说，它反应确实还做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大家看到，甚至我感觉有些新能源品牌的反应还不如它呢。这个系统反应速度是可以的，然后本地化其实做的也是蛮到位的，其实有很多功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买来。那反应真的可以的。然后它就是驾驶模式的转换啊，只能在系统里这样子切，没有一个实体的按键这样子。中控这边的话，前面有2个背架，然后没有这里有个无线充电这样子啊，然后也是旋钮换挡了是吧？但是这个旋钮换挡呢，特别是在强光下，因为它有背光灯的嘛，但是背光灯在强光下就不是很明显，你手要这样支一下才能看清楚这个档位到底挂在哪里，不能盲操这样子就是。然后这是音量按键，这个是。然后这按键都是塑料感蛮强的，其实啊有点拉丝，这个面板是拉丝的。然后中控扶手呢，它分2段的，前面是一些有一个 USB 一个 Type C 一个小槽这样子，那后面也是一个点烟器，这样一个小槽，里面是没有植绒的这样子。整体内饰其实还行吧，比日系的这个内饰质感是好很多了，但是我感觉整体这个质感跟德系还是不能比。德系更加显得精致一点，我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动机舱，首先是有液压撑杆的啊，还有隔音棉啊，这个配置真的是很厚道了啊。然后动力组成是 2.0T EcoBoost 的发动机加一个 8AT 变速箱啊，大家看到整体机舱内其实裸露线数还是蛮多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其实这样易于保养是吧？然后说到保养呢，我其实首推途虎养车啊，现在宁波银行联合途虎养车也是推出联名卡新客户只要在60天内完成3笔188元以上的消费就可享途虎大保养一次，或者是4988元的卡券大礼包，那实惠多多小伙伴们快去办理吧。这辆车有人试驾过了吗？试驾过了。好的，过减速带看看。过减速带感觉还是以往的一种，就是福特底盘的有很 Q 弹的感觉然后一开上来，我感觉它整体的这个转向质感其实电子味还是有点偏浓的。这跟我在 EVO 上体验是差不多的我个人还是就是最喜欢就是福特的福克斯的一个转向的这个调教。好，然后是动力组成是 2.0T 加一个 8AT 不是爱信 8AT， 是通用自己的 8AT 现在70，我再全油门深踩一脚，60大概70吧，3、2、1走 ，OK， 90的，再全油门走。OK， 我大致感受出来它的动力响应了。其实你如果首先就中小的油门这样去踩，不超过1/2油门这样去踩，它其实你看，大家看，就它转速要飙上去它这个动力才会出来。感觉要飙到2500以上，至少2500以上，它实际的动力才会出来。如果不超过2500这个转速，其实它动力其实出来还是有点偏慢的就是感觉不是很跟脚感觉。然后全油门状态下，它也有个明显的涡轮迟滞大概0.5到1秒这个涡轮迟滞。
现在标准模式，我们切到那个吧，运动模式看看，应该会好一点，好一点哦。没事。哦，这个动力响应明显好很多，这个性格分离还是蛮明显的，兄弟们啊！现在就油门就特别跟脚了，那稍微浅踩一点，可能1/4都不到，它其实马上这车身已经有反应了，转速已经上去了，已经啊，明显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感觉运动模式才是最适合蒙迪欧的呀。但全油门还是稍微有一个延后啊，大概0.5秒不到1点，有个涡轮区是这样子。然后再说它这个转向，其实转向随速度啊、随角度正义蛮明显的，就是说你速度上去了，转向明显变沉了，然后角度转大了，明显就是阻尼也明显变沉了。但总体感觉它这个过渡了，转起来这个过渡感觉不是特别线性的感觉。还是那句话，就电子味有点太浓了。这个跟我在 EVO 上体验是一样的，不如福克斯那样就是顺滑，一直很线性的感觉啊。我觉得调节有点太刻意了，这样子，刻意去强调这个阻尼的变化，这样子。全油门，哇，全门转一下，它这个发动机前轮是有点扭力转向的，有轻微的扭力转向啊。所以说这个发动机确实扭矩蛮大的。我上一代的福克斯也开过，上一代福克斯你只要大脚油门或全油门，它就会扭力转向，转的比这台就是幅度大多了。那我掉个头，全油门它确实还是会出现扭矩转向一点，就是说前轮会跟你方向盘较劲这样子。然后关于转向这方面确实蛮精准的，大家看到是吧？运动模式啊，真的是基本上是虚位基本上没有了，然后车头车尾跟随都蛮灵活的，相信车身跟随性很好。然后我前面稍微做一个紧急变向，你稍微准备一下啊，开到70，哦，还好吧，再高一点，不要啊！我靠，不要再下一次。不好意思啊，你没体验过这样，你没不要，我不要体验。没有培训过是吧？对。好的，好，那好的，先不说了，我视频要说。OK， 那刚才紧急变线这样测试了一下，我感觉它车身整体这个悬挂是明显偏软的，首先这是车身反应不是很快啊，然后的话侧倾也稍微有点明显了，感觉悬挂很软，就支撑性可能就比较一般了啊，这样子的。我感到出来了，不如福克斯那样紧绷了，已经，这个明显舒适化的一些悬挂的调教了。3、2、1，走。哎，好 ，OK， 这个动力确实啊，感觉其实储备很充分。还是很浑厚的这个动力啊，即使到了中高速也没有衰减的感觉，还是源源不断的感觉。2.0T 这动力绝对是好评的。然后它这个8AT 呢，换挡速度确实有点偏慢了啊。OK， 然后刚才也过来一个稍微有点起伏的桥墩的话，我感受出来了，它这个悬挂是明显有点偏软的调教了，就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安定啊。稍微可能要换个1、2下才能安定下来，不会像调在运动型车那样，马上就咵这样上坎下坎，马上一下子就安定下来这样子啊。然后在这个好的一些，然后一般在这种好的路面上开呢，它这个底盘其实路感是丰富的，同志们，我能感受到路感的，基本上一些稍微小一点颗粒啊，一些接缝啊都能传进来啊，我能感知到。而且这个就是过滤的动作是非常快、非常干净的啊，这个就很福特的调教了。全新蒙迪欧就是日常在城市道路开啊，不管是稍微有一点的坑的一些柏油路，它其实整体整体性还是蛮好的。虽然说路感很丰富啊，但好在过滤动作非常干净啊，非常有韧劲，有一点偏硬这样子
但是感觉整体底盘是很安稳的感觉哦，就是这样子呢，没有很多车身的动作这样子，摇摆的动作这样子，还是很安稳的，后重感还是可以的，就是日常好路开。但是我刚才极限的试了一下，它其实整体的悬挂支撑性还是有点偏软的调教了啊，没有像福克斯那样 Q 弹，也没有上代蒙迪欧那样就是紧绷的感觉。我感觉明显是偏向一些家用化、舒适化的调教的这个悬挂一节啊，这个跟 EVOS 上体验也是不一样的。EVOS 比它更加的就是有韧劲，更加偏硬，感觉就是说更加紧绷一点这个车。那包括过这些弯的时候，能感觉到车身其实侧倾还是有点偏明显的。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的话，感觉总体还不错啊，跟我在 EVOS 上体验的基本上差不多。我挑2个刺，一个可能受制于它喇叭数量的限制，它其实整体的音场呢不是特别广哦，稍微有点混在一起的感觉。还有一点，它整体的这个就质感呢，不管是人声啊，还是乐器一些质感都没有那么润啊。这就是挑了2个点吧，其他其实听听还可以啊，不错。那以上就是今天试驾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大家收看吧。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点赞、关注加3连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